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。演村姑李沁被群嘲，村花真的不是谁都能演的。以前的村花 vs 现在的村花的话题，热搜榜直接登顶。原来是《人生之路》中李沁饰演的刘巧珍引起了争议。对于这部正在播出的年代大剧《人生之路》来说，争议不止这些。可是如今直接热搜第一，还是令人诧异的。在剧中，李沁饰演的刘巧珍又黑又瘦，虽然性格上风风火火、独立自强又善良淳朴，可是妆造方面还是无法让人与那个年代的村姑联系在一起。毕竟在过往的影视作品中，有着太多那个年代的村姑经典形象，可谓数不胜数。单单同版原著改编的电影《人生》中的刘巧珍就与如今的代不一样。虽说《人生之路》已经完全颠覆了原著中的角色人物的人设，可是将吴玉芳饰演的刘巧珍和李沁饰演的刘巧珍放在一起，真的是差距较大。吴玉芳饰演的刘巧珍被认为是最贴合原著的。开拍前，导演吴天明带着演员和摄制组去到陕北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，特别是在农村的贸易市场观察农民的生活状态。而正是这样的体验方才有了这部经典之作，也才有了吴玉芳等演员的出色塑造和演绎。对于李沁来说，虽然从整个形象上已经让人很难认出她自己来了，可是黑妆的造型设计只是涂了一层黑色，而底子里还是与乡村姑娘的那种质朴纯真格格不入的，没有了乡土气息，只有着钢筋混凝土的漂浮之感。而在表演上，更是与真实的农村姑娘出入较大，显然并没有历经一定的生活体验。不得不承认，李沁很是努力，极力颠覆自己以往的角色形象，在性格上也确实塑造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刘巧珍。可是在整个表演上确实用力过猛，始终精力旺盛式的表演，实际上让整个角色人物缺失了层次感，太过单一而不够丰富，一眼就能够让人看得出这是在表演。当然，这并不怪李沁，毕竟缺乏乡村生活体验，尤其还是那个年代的乡村，自然会让他身上失去年代气息、乡土气息。值得肯定的是他对人物塑造的用心用力。回到热搜第一的话题，以前的村花 vs 现在的村花差距又到底在哪呢？不管是谢晋还是张艺谋，在他们的镜头之下、作品之中，都塑造出了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乡村姑娘。为何这些女演员是塑造的农村女性能够成为经典，被大家津津乐道？一方面是这些影视作品本身好，另一方面演员确实用心努力了。牧马人是聪山的首部作品，当时他还是中央戏剧学院大一的学生，不过才19岁，自然生活阅历方面都是缺乏的。为此，导演谢晋就安排他到偏远的牧区体验生活了1个月，和牧民们同吃同住，从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到骑马放牧，将所有都体验了遍，为的是去除大城市生活的痕迹。尽管无法完全抹去，但是已经不断靠近了。当然，在影片中，聪山还做了母亲，谢晋又让聪山向同组已经当妈妈的女演员取经，学会抱孩子逗孩子，学会做妈妈，学会劳动。而拍摄《芙蓉镇》时，谢晋导演让刘晓庆多体验几天生活，完全进入角色后再拍戏。于是刘晓接连几天混在当地人群中品尝米豆腐，观察揣摩摊主咬豆腐的动作。另外，在这部影片中，姜文的整个妆造不得不说很是贴合。为了让皮肤更黑一些，姜文便只穿了一条短裤，坐在阳台让毒辣辣的太阳晒，直到晒得又黑又亮。而这样的黑才是真的自然黑，并不是靠化妆技术实现的，也才更具乡土气息。再比如《菊豆》中巩俐饰演的菊豆，在开拍前，巩俐花了2个多月时间在南屏村体验生活。为了贴近角色，她穿着农妇的土布衫在太阳底下曝晒，还和农民一起翻稻谷。
为了贴近农村女性的角色形象，女演员们都可谓煞费苦心，并不单单只是靠妆造、靠表演去贴近，而是真正去体验生活，去曝晒，通过最为真实自然的方法，让自己褪去城市光鲜亮丽的一面，而拥有乡土质感的气息。这就是为何她们能够塑造出一个个经典的农村女性角色。如今让那些年轻的甚至偶像的演员去塑造农村人物角色，真的是太难为他们了。因为时间宝贵，因为片酬高昂，哪还有时间、精力去体验生活，去观察人物，最终都是依靠技术手段实现。可是技术不是万能的，即使在化妆，可是城市生活的痕迹还是太过明显。不说去掉一半，即使能够拥有着2-3成，那都会带不一样。但结果是连1成都不具备，自然就让整个角色人物只是臆想出来的，只是化妆出来的。如今的偶像演员一个都比一个金贵，怎能苛求他们去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体验生活？那自然最终就是无法塑造出一个优秀的角色人物。当然也不能全怪他们，毕竟这是时代、市场所决定的。最后只能说，村花不在，村花也不是谁都能演的。